所以当时我是写一个叙述文。其实我是有几份，但是这一份可能还比较好，有一些可能就比较老旧了。丹青，我不知道你在我的班只有3个月，我一直以为你读完才离开了。可见啊，老师虽然只有3个月，你对他印象也很深刻。泡一壶茶，讲一段故事，念一生的回忆。上课喽！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我是主持人林安娜。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华中初级学院的前教师冯华老师，还有他的学生刘丹青同学，来到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丹青，很久不见了。冯老师你好。其实我们好像都在叙旧哈，我跟2位都很熟，我还是冯老师的学生。是。那话说从前了哈，你自己觉得你在学生的心目当中是一位怎么样的老师呢？也许是性格所使然。我很喜欢小孩子，还有年轻人，所以我选择教育作为我的终身的职业。我是在1969年在德兴政府华文中学教华文主修，还有中华文学。1974年华初开办，我就去那边当华文部主任。1997年教育部派我去邻里中学达山中学当校长。4年之后呢，又派我到南洋初级学院当院长，那么一直到2005年我就退休了。是老师，你退休20年了嘞？对对，那我工作了37年。那么刚才回头讲，我选择要当老师，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教好的。那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有教无类。那刘丹青同学，你是怎么认识老师的？那其实那时候是1984年，我刚巧就中学毕业嘛，然后我就想去华中初级学院看一下，看它的特点在哪，我就选择了去华中初级学院上课了3个月。然后就非常巧合的认识了冯焕豪老师，而且虽然我跟他只有短短的3个月的相处时间，但是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我的老师当中，给我最多反馈，而且最有那种爱心、有支持的反馈，就是在文章里面或是其他教学的过程中，给我好的反馈，给我指导最多的老师就是他。而不单只是华文老师，而是很多其他的老师的对比之下，他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初级学院的时候，第1年嘛，刚开始就会考成绩出来之前，都有一个叫 first intake 这样的3个月，所以是那3个月。对，因为那时候我就去那边，然后当然之后我又选择回去另外一间学校了。刘教授呢，他是从华初3个月之后去了来福士书院。对对。那刚才你特别提到作文嘛，我知道，我一直在看。我带来了。我说你真的收得好好了。其实我是有几份，但是这一份可能还比较好，有一些可能就比较老旧了，所以给老师看一下哈。哇，你还收得很好。所以当时我是写一个周末叙述文。丹青，我不知道你在我的班只有3个月，我一直以为你读完才离开了。因为那班优秀的学生很多，可能你可能会把我误认为另外一些好的学生，而且他们后来也有上那个医学系嘛。对，好多个都上医学院那一班，调教下来的好的学生。我是最近才知道，他只来了3个月。可见啊，老师。虽然只有3个月，你对他印象也很深刻。只有3个月，他对你印象也很深刻。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主要是因为我的儿子嘛，有一天就收到一个短讯，短讯里边是他的照片。他是得奖的照片，我的儿子的朋友。他说刘教授 mention your mother Mrs. Ho
因为我在学院是用 Mrs. Ho， 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知道他是我的学生，但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 mention my name。哇，那老师正在看你当年写的文章，然后这个作文有什么特别这句话呢？哈，我说看来画出男生是最纯情的咯。对，因为我是讲一个追求女生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老师给我一些很好的反馈啦，因为很多写作文的改正都是错别字啊，然后给你分数，然后你真正能够了解你写得好写得不好，或是有一些激励的东西，很多老师都没有时间写，所以我就从冯老师这边学到应该怎么样用爱心去教导学生，而且给他适当的正面的反馈，非常的有效。当去年我获奖的时候，我就提及一些对我有影响的恩师啦，所以我就从初级学院开始讲起，直到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的经历等等。所以冯老师批改作业的方式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其实要写这些话语不容易的，你是要真正的要读，对，而且要给他适当的一些正面的一些反馈。对，每一个文章都需要一个用心去读。对，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一点。那你为什么会写那么长的一段文字？第一个原因，我是觉得学生这么用心，写一篇作业给我，我也用心去看。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学生的会考成绩，学校排名，所以每一堂课呢，都是每一分钟都争取去讲课、去解释、去分析，很少跟学生沟通。对。现在想起来这是错误的教学方法，没有允许学生发言，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跟学生说话，我就利用每一篇文章的最后，那么就写老师精心给你们写的一些评语非常好。老师，你带了什么来今天？我今天带了这本书《育人之旅》，这是我在4间学校工作的整个过程。就从德信到华初、达善和南初，也就是我一生37年服务教育界的故事，里边很多学生的故事，送给你。哇，谢谢你，冯老师。那我认识老师的时候，其实老师没有真正教我，但是为什么我认识冯老师呢？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不是要选几个学生？对，学生代表，你很优秀，所以他代表学院参加那个大学先修班研讨会。哇，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处在这个教育改革的那个叫分水岭。对。老师那个阶段。你自己什么感觉？1979年3月，中四会考公布之后，院长就宣布了教育部实行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政策，就是说从此以后没有所谓华文源流、英文源流的分别，所有的科目都要用英文来教。对，那么我教的华文理解与写作就取消了。当然。我们老师呢是没问题的，不会丢掉饭碗，教育部还照顾我们。而我呢，不教那个华文理解与写作，我就教华文第二语文，就教到丹青他们那批学生了。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要不然就没有老师教我的可能性。对。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学生。尤其是文科的学生，因为你不能够让他在几个月或者是2年时间转成用另外一种语文去读，对，不容易。所以那时候呢，我感到愤愤不平啊。可是赶路不赶言嘛，逆来顺受，所以最后我只好告诉我的学生，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制度。我们就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因为这个宣布是很突然的，对我们来讲是很突然。就是说，你原本用
华文来学习的科目，尤其是一些比如说经济啊、地理呀，对，忽然间要转成英文，对你来讲，你听了你好，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其实当年我还是有受到影响，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华文老师，是。然后我的母亲她就经过改革以后还是继续教华文，然后我的父亲他就要改成为教英文媒介的老师，所以要去受训啊，后来就转成教数学、科学、英语媒介来教，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改变啊。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有点愤愤不平，但是后来也是觉得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嘛，所以就要跟着时代走。那细想起来，对新加坡来说也不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了，因为至少大家每个还是能够讲英语，然后对于沟通来讲应该是没问题，就是不同的种族都可以沟通。然后那些热爱华文、华语还有那些中华文化的学生，还是能够往这方面去发展的。应该就是说当事人面对的挑战，他要过渡那个转变，他的心情跟机遇可能遭遇可能不一样了。那比如说像我那个时候，我们78、79嘛，就高1、高2嘛，高2之后就要升大学。那我有好些同学，包括我在内，我们就没有想要升大学，因为一到大学你就是全部都是用英文，那我们觉得太困难了，太难了，太难。那个时候也有人跟我讲，他说你不如去台湾念，因为台湾是华文的嘛。对，中文系。我有想过，但是不积极。到时候我后来知道，我自己不积极。冯老师很积极。当我知道安娜没有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可惜。因为她是很优秀。对。所以呢，我就有一天就把安娜的一些文章复印了，然后要求教育部给我机会去见一个 Deputy Director。结果我去见他了。我去见他的时候，我说：“你看，你们不是有奖学金吗？给学生去台湾读中文系。我这个学生的中文是 A 的了，他去那边读中文系，不再用英文了，他一定可以考得很好。但是呢，那个长官说：‘哦，我们要的是全部 A 的，就是很不幸啦，可能他的经济了还是什么没有拿到 A 啦，因为那是。’改变嘛，那个不怕讲啊，我都忘了那个经济匪楼了，因为是用华文念，用英文考。可是对你来讲，除了你的爸妈受到这个教育改革的影响，那你自己应该不算有影响，对吗？还好，因为其实我头2年在小学是读华小，后来。我的母亲觉得事态有一点该改变嘛，所以她就把我转到英校，然后我就比较适应了。但是我从小是先讲华语，才说英语。不过刚才老师这个故事也让我感触很多，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心去帮助学生的一个老师。其实很多老师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新加坡能够继续的培养这种老师，然后启发这些老师，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目标。而且我也是劝请家长们，不要只是单纯看那个自己孩子的成绩，而是看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心智的塑造，来评估这个老师好不好。然后希望家长、老师还有学生们可以一起合作，把这个教育制度再更加的完善一点。丹青同学，你也是有一颗心叫语重心长，还是有可能啊。所以其实新加坡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通常能够尽量的同心协力的把一件事情办好。对，与时俱进啊。对啊。那说到丹青同学，刚才说的是小学的时候是华校。对，我读了2年的华校，弥陀小学。像丹青同学到现在华语华文都这么好，是你是怎么
你有一直在练吗？因为就是托你的福吧，有时候你有上节目，所以是要用华语讲一些关于医学式的就磨练，所以就继续的学习啦。然后呢，同时跟一些病人还是有用华语来沟通。然后近几年我们也有到那些比较倾向说华语的国家去拜访啊，交流。所以其实华语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语。所以你就这样各种工作啊，或者是生活上，你就这样一直维系着。那刚才提到一个奖项嘛，这个奖项就是全国医学卓越奖。哎呦，惭愧。National Medical Excellence Awards 然后在颁奖礼的时候，你就获得了全国卓越临床医生教育家奖。是哇，老师与有荣焉哦。没有，我是托了我们的团队还有其他恩师的那种教导啦。所以有一个好的老师来启发一个学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看我们每位都有一两个老师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觉得学习是有趣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封老师的教育精神是影响你很大的。对。其实我也是到了40的时候才觉得我可能要往教育方面走一点，40而不惑嘛，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然后50才知天命，所以我现在是想应该怎么样用教育作为一个杠杆，能够把这个医疗的教育，甚至于病人的教育做得更好。对，因为现在真正能够改进医疗的结果的，不是医疗的系统，而是医生还有其他的医疗人员的教育，当然不是知识上面，而是心的教育，还有病人本身也要有继续的自己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照顾自己。是所以你很多时间都在教学嘛？对，教医科学生啊。因为目前我在医学院杨鹿林医学院担任那个副院长的工作，专门就是照顾教育的这一块，教医科学生的，我觉得很重要。那你在这整个过程跟病人跟学生的这个沟通的过程，挑战大吗？蛮大的，但是机遇也很多。比如说这几年来，因为我们有这个健康新加坡嘛，我们就了解到，要真正的健康不是医疗系统、医疗技术的改进，而是这个人文的那种改进精神的改进更重要。所以我们开始着重于在其他方面，病患的沟通，还有了解病患的意愿，然后怎么样能够用更好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其他非健康或是就是疾病的问题。老师，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用医德2个字来？是，我觉得应该。那你还有话对单亲同学说吗？做老师的要有师德，做医生的要有医德，才是最重要。是，如果你没有了这2个，你就不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你有，继续努力。那我的小礼物待会儿才给老师吗？现在给他马上可以吗？当然，现在给老师，我给你一张卡片。哎呀，谢谢。还有我最近喜欢钢笔，我就买了一个小钢笔给你。哎呀，你不要这么客气了。没有，以防你没有那个好的纸，我买一个。哎呀，谢谢。还有一个墨水，所以希望你回去以后呢，想得这么周到哈，也是细心啊。对，你可以用这支笔呢，尽量的把你更好的那些教育的感想写下来。哇，他的中文的确是好的。对呀，他表达的能力很强啊，是很强的。刘同学送了您礼物，我不好意思，我没带礼物来，但是我又想跟老师拿礼物。老师有什么话要跟我们2位学生讲吗？其实今天我很开心啊，一个主持人是我的学生，那么跟我对谈的也是我的学生，40多年过去了，你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非常的有成就，也很有贡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欣慰。我希望你们2位呢，
继续努力，继续发光发热，那么让你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让你们的生命呢更加的丰盈。谢谢这是老师。我对你们的期望。是，谢谢老师，我们会，你们一定可以做到。我说你们已我们会努经做了一力。大半了。谢谢老师的教诲。今天非常感谢冯焕豪老师，还有刘丹金同学感谢您，安娜姐。来到谢谢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做客。我们下课了，下课啦。下课了谢谢。谢谢您。谢谢老师。来，老师，我帮你放回去吧。哈。哇，谢谢谢了，整套的嘞，笔、纸、墨水。因为有时候对对，如果你没有钢笔的话，你没有那个墨水的。然后纸其实买适合钢笔的纸来写比较好。谢谢。很有心思。这样有什么花了问题心思可以发个短讯，或者是我们再交流哈。